想做高端，还想要高级感，但结果却是东施效颦。Hello， 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我是法可。那前两天更了2个抽象视频，让大家都忘记我是干嘛的了，所以今天赶紧回归正业。作为社交锐评区里兼职做魔丸分享的博主，今天我们也来锐评一下这期视频的主角凯魂刑天的新包装和新玩具设计。正所谓行客脚扑朔，凯魂眼迷离，双河傍地走，安能辨我是客魂。包装设计我们最后说，还是先来看一下各大博主吹爆了的这款凯魂刑天本身。哎呦，好多防蹭膜，哎呦，好重啊，哎呦，这大屁股蛋儿。这款刑天入手后最大的观感就是漆面颜色，跟以往任何一款刑天玩具相比，颜色的饱和度更低，灰度更高，尤其是红色和银灰色部分。对比下当时皮套的写真，银灰色是没问题的，但是红色确实是有点太灰了。同时眼罩和胸灯位置的透明件颜色也不一样，胸部明显偏淡。此外，除一点点的溢漆、掉漆和上色精度不高外，在造型还原度等等外在表现上可以说是近乎完美。尤其是这次新增了皮套质感的褶皱，质感提升一大截，但是褶皱多是简单的对称处理，多少显得有点呆板。其次是这个屁股蛋儿，咱就是说有必要这么还原吗？没人会摆完造型之后屁股对外放，所以抽象化的处理一下就好了。最重要的还是太影响可动了。可动方面，头部可动不错，胸腰、俯仰、侧摆各30度，平转45度，手臂可回旋，平抬将近90度，曲肘135度，大臂小臂均可平转。好评。手腕可拉伸，可动幅度相当不错，腿部可拉伸，但幅度微妙，侧踢45度，正踢60度，侧前踢活动幅度不错，后踢几乎没有，我也真是醉了。屈膝135度，大腿可平转，脚部前后接地一般，内侧接地很棒，外侧没有接地。但话说回来，正常人类脚踝也不可能外翻，除非是崴脚。脚尖上翘45度，脚踝护甲可上下活动。配件方面，除默认的握拳手外，还有4对手型，可以握持武器以及还原经典招式造型。武器有火星快枪、电光机和火星剑，其中火星快枪和电光机还可以组合成为火电枪。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头一次在成品线中出现可以组合的火星快枪和电光机吧。好评。此外还有9张技能卡，可以放在亮卡造型手上，也可以插进腰带的变身器中。虽然易插，但是难拔，我就不演示了哈。安装好附带的2组发光灯组后，用名牌可以磁控点亮，白天发光效果如上。除此之外，还附属了一个简易的透明支架，可以安插磁控名牌进行收纳展示。OK， 那么以上就是还没锐评这次的新设计，怎么能结束哦？首先就是谁都不得不承认的包装模仿，别问就是趋同设计。但是这次的新包装设计，尤其是封面，并没有带来太多的所谓的高级感的提升，因为换汤不换药，换形状不换风格，尤其是排版方面，一味的堆叠各种要素，导致整个封面拥堵杂乱，没层次没主次。我们先拿刑客以及真骨雕的封面排版来对比一下，前两者的峰会都会有大量的留白，给人一种简约又不简单的感觉，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高级感。此外看一下文字位置，刑客的刑天2个字是居中排版，跟峰会中的刑天图片是前后2个图层，虽然有一定的遮挡，但是因为有前后层次带来的近身感，也因此创造出了一定的主次感。而真骨雕更是直接将文字缩小到极致，跟产品信息放在了一起，就突出一个玩具本身，主次非常明确。而凯魂呢，刑天2个大字直接放在脑袋旁边，比脑袋还大，2个主体挨这么近，互不相让，还都在一个图层，没有层次感，只有拥挤感。这方面凯魂做的还不如凯拼和简拼，更不如凯装。此外，我们再看一下产品信息的位置，刑客选择在图面空白的3个角落分别放置，平衡构图的同时呢，又将各种字体和 logo 尽量缩小，不影响画面的重心感。真骨雕更是极致的极简，基本都放在了最下面一行。而凯魂呢，凯魂2个字左下角明明有空它不放，非得叠在右下角的图片上，3个 logo 又都挤在脑袋上面，还不缩小。真的，这个峰会的上半部分真是各种争奇斗艳、喧宾夺主，太他妈混乱了。当然字体的选择也有问题，无论是刑天还是凯魂2个字，字体都太浮夸。刑天还可以理解，毕竟是主体名字，但是这个凯魂就是个产品系列名称，规规矩矩的用个线性字体就可以了。那说完正面，我们再说说侧面。明明正面都已经有的一些要素，非得在侧面再标一遍，而且又是各种放大、各种浮夸、各种挤在一起。字体阅读方向也是时上时下、时左时右。更有意思的是，上面的2个 logo 方向更是上下颠倒，阅读方向十分混乱。最后再说一说内包装，好家伙，又给印满了。
印的还是那几个重复的 logo 和破字。话说，你觉得把一个躺着小人的黑白色调的水晶棺四周设计的这么花哨，不觉得很奇怪吗？最后是塑封，这一方面还是很不错的，短平快的设计很容易打开。配件的塑封也建议这么设计，这样手型就不容易在打开的时候四射的到处都是。说完包装设计，我们再讲一下玩具本身的一些新设计。首先是类似真骨雕的皮套褶皱，咱们前面有说，就是太对称，显得不真实不自然。同时像裤裆部分做的太平整，没有人体的自然曲度，也很呆板。那屁股蛋又过于性感，不好看不说，还影响可动。真心建议后续产品直接抽象化且简化处理。其次，整体造型细节的落差部分都不够锐利，略显廉价。再就是漆面，像胸甲和变声器这么明显且复杂的位置，最好还是做分件，否则漆面一旦不清晰，就非常影响观感。那最后是每个分件边缘的厚度处理，这次控制的非常好，不像之前同系列产品那么厚，就显得非常掉价。那这里是值得肯定的。OK，那么以上真的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可以看到凯魂刑天玩具本身是做了非常多升级的，但依旧留有一些小问题。而包装方面希望能做一些更好更高级的设计，而不是简单的东施效颦。加油我的伙伴。